小姐和四爷他们何时？嘘，此事不得同任何一人说。昨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？小姐，我们不会说的，你放心。我知道你们自然不会说，况且我与慕容彻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出去将门关上，待会儿让云兰进来见我。明日就是沈叔的吉吉礼了，叶世清那边得抓紧行动。好的，小姐。明日沈叔的吉吉礼，今晚你带几个黑衣人去，再让叶世清演最后一场戏。这场戏结束后，给叶世清准备回明阳城的马车，让他去明阳城接他妹妹。今晚想办法将丽娘弄到燕京城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手串出来，递到云兰手上。这个手串是江氏留下来的，就将母亲送他的这东西给沈叔了。上一世沈叔拿到这只手串后，假意将手串掉落在地，没曾想手串里居然含有致命的剧毒，以至于平阳侯大怒，当着来来往往宾客的面骂他歹毒，更是在宾客散尽后将他打得遍体鳞伤，扔进后院关了几天几夜。如今看来，恐怕这一世也会如前世那般故技重施。这只手串应该是燕京南北铺子所出，我记得南北那边有些铸造这种手串的，能模仿的一模一样。你拿去找个制造师傅，照着这只手串做只一模一样的出来。我娘送我这只手串上面的翡翠总共12颗，你让师傅在铸造翡翠时只镶11颗上去。小姐，这可是仙夫人留给你的，你也要给三小姐吗？自然不是，这只手串最后会回到我的手里的，你放心吧。是，小姐。求你别杀我们，求你别杀周老，钱财不是都已经被你骗去了吗？你还想怎样？丽娘，你不死，夫人怎能安心？你今日和你的情郎必须死。他以为自己就这样下地狱了，却发现身上压着一个沉重的身体。丽娘，丽娘瞬间知道是他为自己挡了这刀。丽娘，周公子，周公子，你不能死！周公子，是我拖累了你，对不起。钱财被你拿去给沈夫人了，你们还要将我逼到何种境地？你们杀了我弟弟，如今又不放过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还要怎样？要怪你贪心，你一日不死，沈夫人一日不安。长刀猛地挥下，叶世清再度翻身，将丽娘护在身下。周公子，周公子！丽娘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引来客栈老板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黑衣人见状，猛地从侧面窗户跳出去。丽娘，对不起，答应你的事情我要食言了。若有来世，我定早些遇到你，娶你为妻，携手共度一生，再也不踏进燕京城一步。我死后不用送我回襄阳，就将尸体埋于淮阳的一棵你喜欢的桂花树下，来年定能看你平安。丽娘，为我报仇，沈家夫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要死？周公子，沈家夫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杀我血脉至亲，屠我心爱之人。平阳侯沈家，沈夫人，哪怕我丽娘坠入黄泉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小姐，沈公子没气息啊！等个片刻，他提前服了我的药。果然，不到片刻的时间，叶公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姐，你这气可下得真大呀，我险些被憋死了。戏不做真，怎能让人入戏呢？叶公子，该不会也入戏了吧？小姐误会，我可对天发誓，我一点也没有碰丽娘。这丽娘也算是个有情人，只是走了一条不归路。其实你碰了也无妨的，你是我从奴隶市场救起来的，可于我而言，你是自由的，不是我的奴仆。如今事情既已做完，
你我交易也到此结束，我还你奴气，也还你自由。你可以乔装打扮前往明阳城去接你妹妹。小姐大恩，我叶世清将来定当相报。如今我母亲嫁妆已经拿回来了，多亏你陪我演了1个月的戏，你不欠我的，这些银钱拿着路上用。谢小姐。叶公子，我有些好奇，燕京城的瑞王似乎认识你。瑞王慕容彻，燕京城的呼延王。你可知他找你所为何事？定然与我死去的二叔有关。我们叶家满门，死的死，流放的流放，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妹妹2人。妹妹年龄小，我只想带着她过平淡与世无争的生活，不想再掺和这些旧事中了。燕京城暗藏汹涌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小姐应该是世家贵女，怕也是能体会得到燕京的凶险。自然，叶公子，愿你一路平安。叶世清也愿小姐一路平安。看着叶世清消失在无边夜色中的背影，沈福一颗心总算沉静下来。小姐，我们该回去了，明日就是3小姐的及笄礼，恐怕明日又不太平。丽娘这次付出真心，恐怕叶公子有些舍不得。丽娘与我大哥不也是逢场作戏？我大哥那般心甘情愿为她，他不也照样没动真情，还爱上叶世清？带着目的做戏的人，哪能那么容易入戏啊？手串这事可办好，明日就是沈叔及笄礼了，万不能出差错。一切都按小姐吩咐。那就好。瑞王府，这沈福费如此周章，就是为了拿回母亲的嫁妆，竟然还将叶世清放走了，差点就坏了本王的计划。四爷，那这叶世清，把他抓回来。你放心，本王不会亏待的。是，四爷。四爷，你小看这位沈家2小姐了。明日这沈家3小姐及笄礼，才是沈2小姐安排的重头戏。这沈2小姐这般心机，实属难测。这叶世清的一言一行，都是为丽娘量身定做的，就连假死也是。明明沈2姑娘还只是16、17岁的小姑娘。沈福，看样子平阳侯府这滩浑水，本王也要插一脚了。与太子暗通的那几位将领，可还满意本王的安排啊？前些日子还在军中嚷嚷着不公平，如今也逐渐办妥了。四爷将原本属于1个将领的职位由2个人来分担，表面是为他们分忧解难，实则为了分权架空。四爷，你明明可以将他们处死的，为何这般手下留情？这麒麟军跟随本王多年，若是本王将那几人都杀了，岂不是说本王残暴不仁，不念旧情，反而让本王失了军心，提拔一些得力的人再徐徐图之。不过他们也不是傻子，应该猜得到本王的用意。若是再发现还有人与太子暗通，在军中闹事，便由着他闹，闹大了才好将他头颅砍了，以儆效尤。是，四爷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今日如你所说，3小姐的丫鬟白露偷偷进来，还动过小姐给3小姐准备的及笄礼物。动过便动过，无妨，怕是有命动手脚，没命还啊。如今天色已晚，你给我梳洗，明日我们还等着一场好戏。是，小姐。小姐真漂亮。也不知道2姐姐那边给我准备的及笄礼物怎么样了，我很期待呢。今日太子哥哥也会来，母亲还请了燕京城的不少的世家贵女和夫人，想来姐姐定能让燕京城的人都记住。小姐，永昌侯爵府的世子和老夫人也会来，说不定今日还能商议婚约一事。她明明想做太子妃，又怎能嫁给张怀安呢？这门婚事虽是她和母亲费尽心机抢来的，可一个侯府的主母哪能比太子妃尊贵啊？若非她母亲偏要她嫁给张怀安，她至于？想到这些，沈叔顿时有些不高兴。这婚约本就是大姐姐的，若是今日能还于大姐，再好不过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太子殿下虽每日会让人送信到北院的狗洞，可是今日这戏还是要演下去的，不然若是旁人察觉太子和您的关系，恐怕小姐就会被老爷杖责的。更何况这皇后娘娘若是知道了，恐怕也……小姐，奴婢都是为了你着想。把手伸过来。小姐，奴婢错了。沈叔面无表情，紧握住发钗，他猛地举起手中发钗，狠狠扎进白露手心。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听不懂吗？我今日及笄
本小姐不想听些不好的，赶紧滚下去，让天霜进来。是小姐。小女今日及笄，太子殿下和齐王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平阳侯不必如此客气，本殿今日前来是受母后之托，祝福三小姐。太子殿下、齐王殿下，请上座。祖母，小心些。老夫人请上座。以后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听闻三小姐及笄，我带怀儿也过来瞧瞧。哎呀，这三小姐呀，一晃就是大丫头了。是啊，老夫人说的是。这沈家二姑娘，我似在哪里见过，可惜就是想不起来。她的这张脸，姑觉得好熟悉啊。这沈家姑娘回燕京不过3个月，怎会与殿下见过？我看啊，皇兄是见人家姑娘生了一副好皮相，便觉得熟悉了。明明这张脸很熟悉，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。沈福似乎也察觉到太子的目光一直未移开，他没有抬头再看他，只是心中已有了些许主意。这太子和齐王今日都来了这平阳侯府，该不会是看上沈家的姑娘了吧？我听说呀，皇后最近在物色燕京高门嫡女，想给太子选妃。如今沈三小姐和永昌侯府的世子有婚约，这沈家便只剩下2个嫡女了。这沈大小姐病怏怏的，难不成太子是看中了沈二姑娘？呀，这便是沈家大小姐啊，当真是个病美人，让人心疼呐。到底是让人心疼，还是她长得与你死去多年的旧情人7、8分像啊？你府中也有一妾室，还不够你宠？沈家大姑娘是嫡女，若是进我齐王府，可不止做个妾室，这正妃之位是有的。今日小女沈叔行基礼，感谢各位宾朋家客前来。下面小女沈叔基礼正式开始。定月吉日，史家元福，春其夏安，秋随冬喜，敬而威仪，殊甚尔德，梅寿万年。今日是沈三小姐及笄，本殿理应送些礼物表示。哎呀，这太子殿下出手真大方。可不是嘛，燕京城谁能有这待遇啊？太子殿下，此物贵重，沈叔谢过太子殿下。小小礼物聊表心意，如今沈三小姐也是大姑娘了。二姐姐，今日是叔儿的及笄礼，二姐姐可给叔儿准备了礼物。今日妹妹及笄，便将这个手串赠给妹妹为礼。哇，姐姐，这只手串好漂亮，定是花了不少银子吧？这只手串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我珍视无比，带在身边数年。今日妹妹及笄，便将它赠与妹妹。一听是死人的东西，沈叔的手猛然一抖，那只蓝色琉璃翡翠手串瞬间掉在地上，几十颗黑色圆滚滚的药丸从手串里滚落出来。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般贵重的礼物居然掉在地上。哎，这手串里面怎会还有东西啊？福儿，这手串里怎会有这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在手串里？父亲，这手串是母亲给我的，女儿戴了7、8年，未曾发现里面有东西。这手串女儿珍视得很，日日夜夜的戴着，也从未发现任何异常。福儿也不知道这手串里怎么会有这东西。福儿本想把最好的给妹妹，没想到这只手串居然摔坏了。一个约莫40、50岁穿着华服的老夫人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太医院太医的妻子，是懂些药理的。沈二小姐，你说这只手串你戴了许多年？回夫人，这手串我的确戴了许多年。这怎么可能？夫人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黑色药丸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赶紧都丢了吧。这药丸里面含有多种毒药，女子若戴在身上，不出半年便会七窍流血而亡。什么？姐姐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叔儿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害叔儿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今日是我及笄礼，若非我没注意将姐姐这手串掉在地上，是不是半年后七窍流血的就是叔儿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好狠的心啊！妹妹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在宁远侯府，我为了去寻你得罪瑞王，双腿受了伤，如今姐姐竟这样还妹妹的恩。我知道姐姐自小养在易水，妹妹一直在燕京城里养着，姐姐怪父亲偏心，所以就这般迁怒于我，想在及笄礼上置我于死地。你的心好狠啊！你来告诉爹爹，这毒到底是不是你放手串里的？爹，这手串里的毒是从何而来？福儿不知，
也从未想过加害妹妹。母亲的琉璃翡翠手串，父亲也是见过的。福儿此前一直带在身上。可这些毒药为何会莫名其妙在这手串里？你今日不给为父一个解释，别怪为父不怜惜你。女儿不知手串里为何有毒药，真是看不出来，这沈二小姐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心思怎么会如此歹毒啊？小小年纪就毒杀自己祖父，如今又要害自己亲妹妹，还不说实话？说，这毒到底是不是你下的？爹，我相信妹妹，妹妹不是这种人，妹妹的心性我知道的，绝对不会生出暗害自己妹妹的心。我也相信妹妹，妹妹为了救我，不顾危险冲进樊楼，我相信她。爹，想来这么多年，你从未信过女儿，沈家众人也从未信过我。9岁时祖父的死，官府查不到刺客，你们便认定是我杀了祖父，让我背了7年杀害祖父的黑锅。祖父向来疼我爱我，我怎会杀他？可爹爹呢？爹爹相信过我吗？沈家除了阿简，你们何人信我？可是这只手串是你亲手送给你妹妹的，难不成这有假？爹爹，娘亲的手串出自燕京城南北最好的铺子，这只手串价格不菲，爹爹是见过的。娘亲生前就时常戴在手上，珍视得很。平阳侯将手串握在手里，细细打量。这不是今晚生前戴的手串，这是一只赝品。今晚生前戴的手串色泽要艳丽些，而且上面的红色翡翠颜色也要鲜艳一点。为父记得很清楚，这只是赝品。赝品？爹，这好像真不是母亲给女儿的手串。女儿记得清清楚楚，母亲给我的手串上面红色翡翠总共12颗，可这只手串也只有11颗。定是有人将真的换走，拿假的过来，想要陷害女儿。女儿本来就是一片好意，想将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妹妹，谁知这真的手串价值不菲，而且市面上不好买到，转卖也不容易，恐怕这真的还在旁人手里。你们几个去后院搜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是老爷。今日府中发生这等事情，该让各位宾客见笑了。既然舒儿的吉吉礼已经完成，那便请各位移至雅阁，喝杯清茶。平阳侯，这事儿关系重大，我们就留下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。他没有想到这个匣子里的手串是假的，他让白鹿去手串里放毒，白鹿也没注意吗？殿下，要不老夫带你去雅阁？雅阁有什么好？本殿就在这里。今日让殿下见笑了。无妨，戏还是可以看的。老爷，老爷，东西搜到了。这只的确是今晚生前的东西。福儿，你看看，你母亲给你的是不是这一只？爹，这就是我要送给妹妹的手串，上面镶的红宝石一共12颗，是真的无疑。这是从何处搜寻出来的？怎么会去别处？是在三小姐的房间的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搜到的。什么？三妹妹的房间？不可能，这手串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我从未拿过二姐姐的手串啊，爹。妹妹，我本就打算将母亲这只价值不菲的翡翠手串送给你当吉吉礼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，将这手串拿去换了一个假的过来？都怪姐姐不好，没提前告知你，这手串原本就是给你的礼物，以至于你住嘴，沈福！爹爹，你信我，舒儿没有偷姐姐的手串，我并未要害姐姐。那你好好解释，为何这手串会在你的房间里，还藏在那么隐蔽的地方？若非怕人发现，怎么藏在床底下？爹，你信女儿，定是有人要陷害女儿啊！今日可是女儿吉吉礼，是二姐姐自己将手串放我房间里的，我怎么会无缘无故拿她的手串？妹妹，这手串本就是给你的吉吉礼，难不成我为了害你，连自己也要一起害吗？今日若非父亲多听我一言，察觉这手串是个赝品，恐怕我就要被打成残废。我难不成为了害你，连自己也要害？手串明明就放在房间里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了妹妹房间？而我的盒子里还多了一个赝品，我将娘亲留给我最珍视的东西都送给你作为吉吉礼，没曾想你居然用一个赝品来陷害姐姐。爹爹，今日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若是不给女儿交代，旁人会如何看待女儿？认为女儿是暗害自己亲妹妹的毒女，到时候女儿的名声会传得整个燕京城都是，你让女儿要怎么活呀？女儿将来如何嫁人？你让整个燕京城的人如何看待女儿？女儿如今被人陷害，若是不说清楚，女儿也不想活了。妹妹，你怎么那么傻？福儿，
姐姐知道，此事定是有人陷害你。爹爹，此事恐怕不简单，就是有人想趁着吉吉里陷害我们福儿，让我们福儿的名声扫地。老爷，今日可是舒儿的吉吉里啊，这些都是内宅之事，传出去可不好。要不这样，等舒儿的吉吉里结束，晚上再把丫鬟仆人还有几个孩子都召集过来，好好问问。月娥说的不无道理，宾客们还在这里呢，今日可是舒儿的吉吉里，好歹给子女们留一点脸面嘛。先这样吧，此事晚上再说。若是谁使什么不干净的手段，陷害自己姐姐妹妹的，定不轻饶。福儿，父亲知道你一片好意，你先别伤心，先下去好生坐着。等你妹妹吉吉离后，晚上父亲定给你一个交代，不让你受一分委屈。沈福咬唇点头。平阳侯最厌烦的就是内宅之人相互算计。不过不出一日，平阳侯府的这场大戏就会传得满燕京城都是。他被污蔑杀害自己祖父，背上7年的恶女名声，如今该让旁人担了。这场闹剧结束后，大部分宾客给平阳侯和沈老夫人拜完别就离开了。阿姐，这么快你便要回房，不陪福儿看戏了？福儿，你是看姐姐笑话的吧？旁人的戏我可不看，姐姐不喜欢看戏，只想安安静静的。他知道今日张怀安和张老夫人想和沈家商议和沈叔的婚事。阿姐，不是旁人的戏，是大哥的。风儿的戏？阿姐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定然是好戏。老夫人，如今舒儿已经及笄，我们沈张两家也该喜结连理之好了。你说的不错，阿儿觉得呢？祖母，虽然如今才步入朝堂2、3年，还未站稳脚跟，也尚未有所成就。若是现在成家，恐怕不妥。既然有婚约在身，何必急于一时啊？祖母难道忘了，今年乃孙儿本命年，不宜谈嫁娶之事啊？老身倒是忘了，今年是安儿的本命年。沈三小姐聪明伶俐，才得在燕京城出了名的，温婉大方又贤惠。若是进我张家呀，是我张家的福气。只是今年是安儿的本命年，这婚事儿得推迟了呀。一旁的沈叔听到这话，心中欣喜万分。张怀安从来平阳侯府开始，便未正眼看他一分，全程都在看沈离，他才不稀罕他，早就想退婚了。老夫人说的是，世子如今这般年纪便入朝为官，也算是年少有为了。我们舒儿能嫁给世子，才是她的福气啊。哎呀，哪里的话呀！平阳侯府夫人离世，我同丽娘骗先夫人江氏嫁妆，民女丽娘自认罪不可赦，前来沈府给平阳侯认罪。侯爷出大事了！怡红楼的丽娘跪在府门前，说是来沈府认罪。什么？丽娘怎么来了？丽娘不是与人私奔的吗？怎么会来？说是因为先夫人嫁妆，还和夫人有关，前来沈家认罪。我们沈府没去找她，她还好意思来？我出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沈父，我接近你都是你继母安排的，我从未喜欢过你。我一开始遇到你，从头到尾都是骗你的，都是为了给你继母，骗取你身上的钱财，骗取你母亲留下的嫁妆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受谁指使？平阳侯夫人林氏让我勾引贵府大公子沈峰，从他手中骗取先夫人江氏留下的嫁妆。他怕事情暴露，欲杀人灭口，将我胞弟残忍杀害，又追杀我至淮阳城，将钱财尽数骗取，又狠心杀掉我的心上人。我自知骗取先夫人嫁妆罪不可赦，前来平阳侯府认罪，也请平阳侯夫人为我死去的2个家人一个交代。今日你们平阳侯府不给我丽娘一个交代，我就一头撞死在府门前，让燕京城的百姓都看看你们平阳侯府是怎样的仗势欺人。老爷，这青楼女子向来诡计多端，谎话连篇，她说的话你不能听啊！是这丽娘自己耗财，与风儿逢场作戏，骗了我们沈家不少钱财。如今她抛弃风儿与人私奔，钱财尽没，又想来沈府里闹。一个青楼女子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也配来我平阳侯府？老爷，快让府中下人将他乱棍打死，扔出府去！他骗风儿的钱财不说，如今又来搅乱我们沈家。爹，丽娘若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我今日就算死，也要和丽娘死在一起。你这个逆子，沈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爹爹，
看样子丽娘不像说谎，她若真是有冤，还涉及2条人命。我们平阳侯府若是这样将她打死，燕京城的百姓会如何看待我们沈家？我们又如何给官府交代？到那时，燕京都会说我们沈家因为有个爵位，因为手中有调兵令，便仗势欺负平头百姓。爹爹，不如听听丽娘怎么说。若是真有冤情，我们平阳侯府也好给她一个交代。她说是母亲让她勾引哥哥来府上骗娘亲死前的嫁妆，这样不清不楚的话落在旁人耳朵里，恐怕也会影响母亲的声誉。爹爹，何不让丽娘拿出证据来，证明这骗嫁妆一事的真相，也可证明母亲的清白。哼，沈夫人的身边有一位嬷嬷，约莫40、50岁，嘴角最明显的便是有一颗黑痣。她时常带着2个丫鬟，从怡红楼的后门去寻我，给我传消息。他们以护国公府能救出我远在同乡牢狱的弟弟为由，让我骗大公子，让大公子以做生意亏本为由，骗取沈大小姐沈离手中的先夫人留下的嫁妆。若是侯爷不信，可以让那位嬷嬷出来，与我当面对质。若是林氏与这事无关，这丽娘又怎么会认得她身旁的嬷嬷？而且连嬷嬷大概特征都说出来，想来当真是打过不少交道。况且这怡红楼的继子，若非情况特殊，是不能出怡红楼的。去将夫人身边的那嬷嬷请来。老爷，你不要信她的，妾身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？妾身又不缺银钱，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骗先夫人的嫁妆啊？这个女人，她钱财没骗到，就是想来祸害我们沈家，搅乱我们沈家。更何况，仅仅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就能说王嬷嬷去寻过你？哼，沈夫人，你如今要用权势来压我一介弱女子，我丽娘今日就算死，也要将你所作所为说给燕京众人听听。我丽娘不怕死。哼，沈夫人，你不过是想利用我之后杀人灭口罢了，这样事情就不会暴露。你早就算好了，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身上还有信件。若是侯爷不信，可以拿过去瞧一瞧，这信出自谁手，又让我弟弟来燕京，想做什么阿杂交易？这是我弟弟死后，我在他尸体上发现的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爹，娘亲跟你这么多年，求再有什么事你好好说清楚，你怎么能打他呢？老爷，你要信妾身啊！这信绝对是有人伪造的，这不是我写的信，这不是妾身写的信啊！老爷，为何丽娘会知道你身旁的嬷嬷？难不成这一切都是巧合？难不成朕冤枉了你？如今你还不说实话吗？妾身也是尽心竭力的为了2位姑娘，即便先夫人走了，我也将离儿和福儿当成亲女儿对待。在府中那么多年，吃穿用度，我何曾苛待过她们姐妹2人？又怎会做出如此狠毒的事情？这封信不是我写的，这是丽娘刻意陷害我。你与丽娘无冤无仇，她为何要陷害您？按道理说，你们2人之间应该毫无交集才对。阿姐，信上写了什么？福儿，没什么。阿姐，把信给我，我看看写了什么。没想到，他恭恭敬敬喊了多年的母亲，竟然心如蛇蝎，竟然想让旁人来毁自己姐姐和妹妹的清白，还试图抛尸荒野。这……沈玉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氏。哎呀，老爷，夫人是冤枉的呀！夫人怎么会和丽娘认识呀？老爷，这丽娘定然是要陷害夫人呐！夫人在侯府多年，从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老爷莫要受了这青楼妓女的挑拨呀！哼，事到如今还不承认吗？2条人命，你们如何偿还？如今我丽娘失了弟弟，又失了心上人，我孑然一身，便什么都不在乎，大不了大家一起下地狱。这些便是沈夫人与我共谋骗取大公子钱财的所有证据。夫人身边的丫鬟意图让我看完烧毁，可我怕这是引火上身，最后被人灭口，便私自留存了下来。这些是沈夫人身边谁的笔记？平阳侯一查便知。父亲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母亲会这样。母亲在我们侯府多年，所作所为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母亲不会做出这等事情来。沈风啊，沈风，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，你真是蠢得可怜呐！旁人要害你，你还口口声声的叫人母亲，你是真的蠢啊！若非我念及你对我的一片深情，恐怕你早就下了牢狱。丽娘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下牢狱？哼，你的好母亲
以我弟弟的性命威胁我，让我故意引你去与人争风吃醋，把人打伤。你说他的用意是什么？你怎么那么蠢？母亲，你说话呀！这不是真的。你平日里最疼爱我与沈玉，怎会做出这些事情？老爷，你别听丽娘胡说。这么多年，我是最疼风儿的。你院子里的嬷嬷与丽娘见过，或许是巧合，可是这些纸条呢？是你贴身丫鬟春笑的字迹，也是巧合吗？我要休了你这毒妇！老爷，户部侍郎和兵部尚书府的家仆送来了2封信，说是让我交给你。一封信是关于萧家公子在灯会上遇难的事，另一封信是尚书府公子在樊楼出老千的事。老爷，你心虚什么？怎么，这2件事也与你有关？好啊，好得很！你个毒妇，你要毁了我们沈家！母亲，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母亲？她是你的妻子。从此刻起，她不是了。你个毒妇，当真是不放过今晚的任何一个孩子。玉儿在樊楼，兵部尚书家的长子出老千也是你暗中所为。户部侍郎之子在花灯节上意图杀害福儿，也是你所为，血书清清楚楚写的。什么？你可知道，当日在樊楼若是福儿迟一些去，玉儿早就断了一只手。你可知道，我与福儿在樊楼为了救玉儿，险些遭受些什么？你要害死我们沈家满门！来人，将这毒妇拖去内堂。老夫人，今日之事实乃佳事，让众人见笑了。如今天色已晚，我差人送你们回去，你路上慢点。醉江月，四爷，今日沈家这出好戏你是没看到啊？明日恐怕整个燕京都会知道。戏有什么好看？我想就那样吧。不过今日送去的东西，能让沈家这潭浑水更浑一些，也算是件好事。石彦清道：这沈家的事情，平阳侯知道的不过冰山一角罢了。若是平阳侯知道这沈夫人的真相，恐怕才懂什么叫万丈深渊。今日这出戏可是沈二小姐布的局，四爷今日也算是帮了她。我可没帮她。平阳侯若是事后察觉，自然明白本王的意思。我既然能在樊楼放他一次，定然是要他付出代价来还的。至于用什么来还，以后他就知道了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从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四爷想要平阳侯付出的代价，难不成是沈家姑娘？哼，我想要的可远不止这些。我在樊楼放过沈家2姑娘和平阳侯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有什么天大的原因让我们四爷放过沈家？我总觉得沈福像一个人。像一个人？四爷说的是何人？离国遇到的一个小姑娘，4、5岁的样子，名字叫阿瑶。离国人？我听说沈二小姐自小养在乡下，怎么会和离国扯上关系啊？这就不知道了。老爷，你冤枉妾身了，老爷。你动谁都可以，可你的心思若是敢打在今晚的几个孩子身上，便是大错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？老爷，你我夫妻多年，你难道还不了解妾身吗？将王嬷嬷、春桃拉下去，给本侯狠狠的打，打到肯说真话为止。不到黄泉不落泪，当真是我瞎了眼。老爷，饶了我们！老爷，我说，怕什么？我在这里。是夫人和张嬷嬷让奴婢传信递到丽娘手里的，还让奴婢吩咐丽娘看完把纸条烧了。若是不这样做，就拿丽娘的弟弟威胁她。丽娘的弟弟庞简在同乡玷污过不少姑娘，被同乡知府关进牢狱，本应秋后处斩，是夫人想办法将人放出来的。说是庞简为人风流，是个淫贼。若是弄进燕京城，毁了大姑娘和2姑娘的清白，再好不过。后来丽娘拿着新夫人的嫁妆跑了，夫人怕事情外露，就派人去追杀。你这个小贱蹄子，合着外人来设计我！你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老爷，我不想死，老爷饶我一命吧，我真的不想死，一切都是夫人指使我的，老爷。枉我这么多年，还将你当成我最亲的母亲，原来是个温柔的陷阱罢了。你看在母亲与你夫妻几十载的份上饶了母亲吧，
今日可是舒儿的几斤里啊，爹爹，母亲也是一时糊涂罢了。你看在今日是舒儿的几斤里份上，求你饶了他。一时糊涂，爹爹，今日女儿也有冤屈，还请给女儿一个答复。我知道今日爹爹顾及妹妹面子，没有当着众宾客的面将事情说出来。如今在场的都是自家人，爹爹让妹妹给女儿一个交代吧。母亲莫名其妙的惨死，女儿便背上克死生母的灾星名声，祖父无缘无故的没了，女儿背了7年的恶女名声，女儿背这些黑锅背够了。今日妹妹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说我给她下毒，女儿虽是证明自己清白，可人云亦云，燕京城的人如何看我？是不是要让为父将你院子里的丫鬟也拉出来一一审问才肯说实话？早知道当初就将你养在你祖母膝下，也不至于和你母亲学那么多阿杂事去。你的好母亲要害死你的2个姐姐，要害死2个哥哥，难不成你也是这样的心思？爹，我没有。还不承认？你若是主动承认，今日便对你从轻发落；你若是死不悔改，别怪为父不念父女之情。你告诉为父，为何要陷害姐姐？是不是你母亲指使的？为父知道你年龄小不懂事，定是被人撺掇做错了事。以后你便跟在你祖母身边，别和你母亲一起。爹，不关母亲的事，是女儿自己，不关母亲的事。平阳侯忍着怒火苦笑，今日这一通闹剧当真是刷新他的认知。我知道你被你母亲教坏了，你如今刚及笄，便是大姑娘了，既做错了事，便要勇于承担自己所犯的错，懂吗？这样才像个大姑娘。3小姐陷害自己嫡姐，杖责30棍。爹，老爷，是妾身的错，求你别责罚舒儿，今日是舒儿的几斤礼啊，老爷。你这毒妇，将这毒妇拖下去，杖责50，关到柴房，不准出来。找人去通知国公府的人，将这毒妇接走。我平阳侯府容不下这样的女人。老爷，你不能休了我，你不能休了我，我们可是陛下赐婚啊，老爷。他的贴身丫鬟春桃被赶出府，与他共事的王嬷嬷被赐了毒酒，而沈叔后背被打得血肉模糊，被人抬进了房间。哥哥，丽娘她不喜欢燕京城，或许回同乡是她最好的选择。林氏的算计，丽娘的逢场作戏，这些事像一根根针似的。福儿，是哥哥对不起你。你是我哥哥，身上与我流着同样的血，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哥哥万不能永远停留在原地。我相信哥哥能遇到一个懂你真心的人。福儿，哥哥之前说的话你别当真。我怎么会呢？你是我哥哥，不是旁人。哥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接下来便是东宫太子。小姐，我安排的人前去跟踪丽娘，她去淮阳找人给叶世清修坟冢，应该再过几日便会回同乡。今日丽娘来，便没想过让自己全身而退。林氏虽没有偿命，可也算是受到惩罚。丽娘自是知道，她一介青楼女子，怎么可能让林氏偿命呢？毕竟这件事，她也是同谋。父亲没有追究她，也算是给她一条退路。她是个聪明人，不然怎会将与林氏密谋的证据保留下来？也多亏叶世清提前发现。你可知今日尚书府和户部侍郎家怎会突然送来信件？我记得当日我是让萧爵写了血书，可是血书最后怎会……小姐，也只有四爷才能让尚书府和户部侍郎主动送信到我们府上。想来小姐演这出戏，这四爷啊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不过是推波助澜一番罢了。完蛋了，慕容彻什么都知道。我看四爷对你不同于旁人，在樊楼放过你，又在花灯节……哎，你别说啊，四爷当真生得好看，可惜啊，就是太危险了。小姐，你说四爷这么危险的人，温柔起来是什么样的？哼，他不会温柔，但是很会折磨人。罢了，明日估摸着护国公和国公夫人要来，怕是我们沈府也不得安宁了。父亲和林氏的婚约是当今陛下所赐的婚，若非这林氏生得与我母亲7分像，父亲怎会娶她？明日国公夫人定会去林氏的院子，你注意打听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，或许能找到一些突破口。是，小姐。你与月娥是否有什么误会？一个继子的话，便能将你们沈府搅得天翻地覆的。老身如今啊，还是头一次见。夫人既然来一趟，想来昨日之事你已经听说了。这是我写的和离书，我已签字，
你拿去偏院让林氏也签了吧。我本意给他一封休书，如今主动提出和离，也算是全了他脸面。他若是在这府上一日，我的几个孩子将来不知道要被害成什么样子。此事我定会去给圣上解释。至于舒儿，她如今已经及笄，也算是大姑娘了。嫁人之前养在我们平阳侯府。陛下那边你就不用去了，我今晨刚从皇宫回来，你们也不用和离。他将那封信撕得粉碎。这是做什么？此事疑点颇多，老身不相信月娥是这般歹毒之人，陛下和皇后娘娘自然也不相信。事情尚未搞清楚，如何能提和离？如若不成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便是了。他做错了，我自然也会教训，不能光凭一个勾揽女人的话便给他定罪。他的贴身丫鬟春桃都招了，难不成还有假？春桃是从你们护国公府带出来的人，难不成还背叛他？尚书府、户部侍郎家亲自送来证据，这些难道都是假的？让本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简直可笑！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恐怕我们沈府会不得安宁。若非昨日事情暴露，我平阳侯会成为整个燕京城的笑话。他这个毒妇，我实在容忍不下去。若是想要彻底弄垮林氏，恐怕还得从母亲和祖父的死开始。春桃即便是招了，也不能证明什么。你何不好好想想，这月娥怎么会蠢到亲自写信到同乡？当日那么巧，尚书府和户部侍郎家就送来证据，这难道你就不怀疑？皇后和陛下昨夜听说这事，也认为此事疑点颇多。老身今日前来，便是带了陛下和皇后的一句话：可打可罚，但和离还是慎重一些。毕竟这是陛下赐的婚，你们也有几十载的情分，好歹为舒儿考虑。国公府怕他休了林氏，便连夜前往皇宫求了皇后和陛下，想来就是要用皇后和陛下压他。还是护国公有能耐啊！为了不让我与那毒妇和离，竟然连夜去见了陛下。既然陛下和皇后都开口了，我便只能认命。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能容忍的。从此以后，林氏在别院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出别院半步。至于我与他夫妻之情，从昨日就斩断了。他在别院是生是死，与我无关。若是他心思歹毒，再想做些阿杂之事，我平阳侯也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。到时候要怎么处置他，便是我们沈家的事，与你们林府无关。只要不和离，将来林氏就有绝对的权利。若是月娥再犯错，也由你平阳侯亲自来处置，不必来通知我们国公府。这件事是真是假，实在难说。我听说沈府昨日就将他打得下不来床，想来怕是病得不轻。我过去看看他。夫人，真是没用的东西，自己办件事情还能让一个青楼女人留下把柄，怎么那么没出息？你就是这样来平阳侯府当主母的？我真不知道你是没脑子还是怎么回事，证据全部在旁人手里。夫人，如今平阳侯要休了我该如何？舒儿又该如何啊？夫人，昨日我收到消息，便连夜去了皇宫。他想休了你，恐怕没那么容易，至少也得看看皇后和陛下的脸面。夫人，丽娘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，我定是被人算计了。昂简身上的那封信虽是我的笔记，可我却从未写过。此事确实有些不对劲，你可猜出是何人在背后算计你？不知道，可整个府上除了江氏的那几个孩子，还能有谁？自从这个沈福回来之后，我们沈家就不得安宁。我的计划一次次的失败，证据还被人捏在手里。江氏的几个孩子都不成器，只有这个二姑娘回来之后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看你呀，真是没用，还斗不过几个孩子，吃的饭都比他们多，怎么脑子就不好使呢？这是太后和皇后的意思。瑞王在樊楼放过平阳侯，皇后和太子已经起了疑心。一颗棋子利用价值没了，便是弃子。此刻窗户下的云兰将耳朵贴到墙根，却丝毫没有听到二人密谋些什么。更何况若是有朝一日舒儿身份暴露，他也会赐你一杯毒酒。何不如早些怀上子嗣，娶妇留子，你也同样能拿到沈府掌家之权，将来你腹中的孩子同样能承袭爵位。如今你被关到偏院，可想过以后？林氏将信紧紧握在手里。夫人，当真要这样吗？我与他夫妻10多载啊，若是事情失败，那恐怕……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你如今在偏院，
皇后只能指望这一件事。既然他都对我这样，我又何必留情？如今既是皇后和太子的意思，我做便是。只是我如今在内院，如何能怀子嗣？那得看你自己。你想活着，想拿到沈家绝对的权利，自然会想办法。到时候沈家你一人掌控，还怕这江氏的几个孩子？这江氏的几个孩子是死是活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。毕竟到时候你是他们名义上的母亲。老爷，是你逼我的，莫要怪妾身。若想在沈家活下去，我只能这样做。母后的意思，平阳侯不留。本宫筹谋多年，如今这林氏已经无用，与其寄托希望在平阳侯身上，不如将希望寄托在林氏身上。瑞王在樊楼放过平阳侯，本宫便也知道，他不能留了。只要林氏腹中怀了胎儿，这平阳侯便可除之。林氏背后是国公府，若是平阳侯没了，整个沈府便是他说了算。将来他腹中的孩子继承侯爵之位，一样能拿到玄甲兵兵权。这是本宫做的最后一步计划，如今不得不这样。还是母后想的周全，去父留子，承袭爵位。今日让你去看沈家二姑娘，如何了？是个绝色美人，可惜儿臣不喜欢。静儿，就算再不喜欢，也得娶，由不得你。江璇对她可不一般，到时候若是平阳侯一走，沈家便是林氏说了算。江氏的几个孩子，到时候无爹无娘，只有江璇一人，便无人撑腰，一切都得听林氏的。江璇自然愿意让沈福嫁入东宫，寻求庇护。更何况青天剑曾言，这凤位将会落在沈家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位沈家的二小姐。若是将来你能将她娶入东宫，再好不过了。母后，什么凤位落沈家，你还当真信啊？儿臣就算娶了她，也不会真心实意。更何况儿臣瞧着这沈二小姐聪明得很，若是她将来察觉东宫地下牢狱里的东西，也会与儿臣反目成仇的。想到东宫地下牢狱里的东西，你娶她入东宫，不让她去地下牢狱就行了。母后听闻这姑娘养在易水乡下，1年1灾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，若不是怎会多次死里逃生呢？青天剑算的难不成还有假？你如今虽是太子，可终究毫无实权，大燕1半的兵权都在瑞王手上，将来你如何和他斗啊？儿臣明白，儿臣听母后安排。如今天色已晚，儿臣便不打搅母后休息。娘娘，这沈家3小姐沈淑也是沈家人，她是沈家嫡女，如今太子又喜欢，娘娘为何还要反对？嫡女？她可不是嫡女，至于她是谁，本宫也懒得说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本宫要的是江璇将来会助我儿一臂之力。沈淑如今和永昌侯府的张怀安还有婚约，又和景儿在一起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恐怕有损我儿声誉啊！本宫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？至于这沈福是不是青天剑说的，到时候让他进宫，本宫一试便知。是，娘娘。国公府既然已经出面解决，本殿自然不便插手，让林氏按照母后的意思去做。只要她怀了子嗣，平阳侯便不用留了。本殿疑人不用，一颗棋子若是没用了，留着只会让人心烦。更何况沈家，本殿当真是收不了平阳侯的心呀。如今沈叔如何了？听沈府的人说被家罚，恐怕下不来床。私下让人送些药去，别让沈府其他人察觉。如今他还有婚约在身，若是张家和父皇发现他有婚约还与本殿纠缠，恐怕父皇会对我失望。切记，万不能让旁人知晓了。是，殿下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他要先对付的人便是东宫太子了。前世太子慕容景暗地里豢养了不少死士，其左膀为暗卫头目云珏，云珏武功高强，是个冷血侍卫，却有一个致命伤，情系一位姑娘。右臂为大燕的新科状元苏洵。苏洵为人谦和，才华过人，后来无缘无故成为太子的谋士。若想搞垮太子，就要先断其左膀右臂，杀云珏，收服苏洵，这是沈福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小姐，老爷让你过去一趟。博儿，爹爹，爹爹给你看个东西，你舅舅来信说是半年后便能回来，
你抽个时间给你舅舅回信，你舅舅无时无刻不挂记着你啊。江玄和母亲江静婉原本生在江东出了名的商贾世家，祖上是做绸缎生意的，在江东也算是富甲一方。父亲年少时前往江东南巡，中途被人追杀，母亲便将他带回江家养伤，二人产生情愫。后来江家在江东的绸缎生意越做越大，惹得同行眼红，便在江家的生意上使了些阿轧手段，还让江家惹上了官司。外祖父从此一病不起，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。外祖母后来也跟着去了，至此江家大房便只留下江玄和江静婉姐弟二人，江家从此家道中落。江玄在父亲和母亲的引导下前去参军，至此成就今日的江玄。福儿，你在想什么？爹爹，边疆可来了消息，是不是舅父打了胜仗？你舅父这次以3000兵马取胜，陛下大悦，封了不少赏赐，若是半年后回来，还会封赏。想当初你舅父前去军营时不过15岁的年纪，如今10年过去了，能有今日的成就，为父很欣慰。爹爹，若是到时候能将哥哥们一起送去军营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这2个孩子只能这样了，就你姐姐和你懂事些。爹爹，哥哥他们会明白你一片苦心的。哎呀，希望吧。爹爹也老了，瞎了眼，看错了人，只能将来去你母亲面前赎罪。他见平阳侯面色不好，又想到林氏努力怀孕多年都无果，便想试探一下平阳侯的身体是否有恙。爹爹，我见你面色不好，不如让女儿给你把把脉。行，你来把把脉吧。爹爹，你曾经可中过毒？多年前曾在江东被人算计，中了踏雀枝的毒，只是余毒已经清了，莫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他终于知道为何林氏怀不上子嗣，踏雀枝的后遗症便是这样了。父亲虽能人道，却无法让他怀上子嗣。爹爹，你余毒未清，有些后遗症，若是福儿说了，爹爹会相信吗？福儿，有话就直说。爹爹可知踏雀枝中毒之后，虽能……你快说，说话结结巴巴的。虽能行夫妻之事，却极难让人怀上子嗣。这怎么可能？为父听说这踏雀枝不过是迷药而已，为父不也生了淑儿？他知道自己如今要继续说，恐怕父亲还会怪他故意挑拨他和沈叔的父女关系。爹爹，福儿只是将经验告诉你，也许当真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如今舅父的信我已经拿到，福儿先下去了。去吧。想到前世新科状元苏洵和太子之间的牵连，前世苏洵在春闱中夺得的第1名，后来他私下成了太子的谋士，为太子出谋划策。苏洵这个人擅长谋略，且有才华和毅力，若是今生能抢在太子前面，将苏洵率先收服成为自己的人，改日你我还是得去白小堂一趟，打听些消息，顺便放出一些消息。小姐，打听什么消息？要放什么消息？打听一个人，这个人有才华善谋，不容小觑。至于这散播的消息，自然是关于兵部的，此事关乎阿姐的生死。你这几日收拾这东西，陪我去趟白小堂。小姐，白小堂打听消息一次就要收150两白银，上次打听丽娘又打点一些人，我们手里已经没有几个银钱了。我们手里还有多少？先拿出来吧。是，小姐。还差50两。白小堂是江湖组织，和大燕的皇城司是相同，不过一个隶属于江湖，其背后的主人不知；一个隶属于皇城，专门为当今陛下输送情报。先这样吧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你先收拾东西，这2天就要去一趟。小姐，你既然已经想法子把夫人的嫁妆拿回来，为何不找大小姐拿一些呢？母亲留下的东西怎能随便拿呢？母亲，不要！阿姐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福儿，我梦到一个女人四肢被砍断，关在牢房里。福儿，她的声音和娘亲好像啊！你说娘亲是不是还没有死？她托梦给我，让我去救她。人人都说她被害得尸骨无存，可我不相信，娘亲她死了。阿姐，你是不是太想娘亲了，所以才会做这个噩梦？娘亲已经死了10几年了，怎会托梦给你让你救她呢？可是我做这个梦很多次了，每次都是见她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让我救她，让我好好活着。福儿，我始终不信她死了，我不信。娘亲的死，沈家对外宣称是刘匪作乱，可尸骨都找不到。可他早就怀疑这件事儿不对了，娘亲的死和林氏一党有关，而且沈离梦中的牢狱又是在哪里？若是娘亲还活着，福儿就算用我这条性命，也要将她救回来。
你如今身子不好，得好生休息。你放心，当年娘亲的死，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沈福将沈离重新扶上床，又给她盖上被子，开了一些药，吩咐丫鬟后才离开清风院。二小姐，老夫人让你去前堂一趟，府上来了贵客。贵客为何让我一人去？老夫人说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来接姑娘进宫。她不过刚回燕京城，皇后为何见她？难不成林氏这件事儿，皇后是看出什么了？小姐，我们快走吧。到底什么事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这便是沈家二姑娘吧？不知嬷嬷找我何事？姑娘，今日老奴是奉皇后之命前来接姑娘进宫的。皇后娘娘这几日食不下咽，身子也越发瘫软，寻了太医也束手无策。听闻府上二小姐给府上大小姐开了药后，大小姐气色好了许多，便让老奴来接姑娘进宫，给皇后看诊。怕是要见她是假，试探她才是真的。嬷嬷说的哪里话？太医院都对娘娘的病束手无策，我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，医术也只是学了些皮毛，怎能给娘娘看诊？还请嬷嬷寻个医术高明的太医给娘娘看诊，莫要耽误娘娘病情。姑娘莫要谦虚，老奴是奉皇后之命前来请姑娘进宫的。二丫头，既是皇后要求，便去一趟，自己处处小心，别因为失了礼仪，丢了我们沈家的脸。孙女谨遵祖母的话。当真是个标致美人啊！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本宫听闻沈二姑娘擅长医理，会些药膳，便想试试。不知娘娘如今是何症状？身体疲乏，难以入眠呐。分明面色极好，不像是生病的样子。纤细白嫩的手附到皇后脉搏时，沈福察觉皇后的目光一直看着自己，且这凤仪殿内还有第三个人。余光微瞥，他看到屏风后一个浅色身影。娘娘，你脉搏虽稳，却有些乱，想来娘娘是忧思过重。臣女给你开一副养身子的药。皇后娘娘身子需要静养，臣女就不便打扰娘娘休息。沈姑娘有心了，沈姑娘生的天姿国色，倒是让人过目不忘。如今还有医术在身，当真难得。皇后娘娘说的哪里话？臣女不过只懂一些皮毛而已，能给娘娘看诊，是臣女的福气才是。送沈二姑娘回去吧。是，娘娘。母后，你可看出什么了？我看不过如此。小姑娘不过16、17岁，却如此沉静，观察力也不一般。你方才在屏风后，也被她尽收眼底。这姑娘啊，心思缜密，她比这燕京第一才女沈淑好很多。母后今日想试探的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将这药方烧了吧，本宫可不敢喝她开的药。若是她今夜能在交房殿逢凶化吉，便是青天剑所算之人。交房殿是出了名的鬼宫，往年打死在里面的宫女嬷嬷不计其数，齐先帝死在里面的妃子也有好几位。那地方怨气重，也是皇宫的禁地，无人敢去，更别说在里面待上一夜。常有无意闯入交房殿的宫女，进去不到半日，出来便已经疯癫，甚至被吓死。今日本宫倒是想看看这沈福到底还会不会如同以往逢凶化吉。若她不是呢，这般心思的女子便不能留了。你是当今太子，你难不成还怕她一个女人？母后莫不是忘了平阳侯府的夫人林氏因何落得如此下场？难不成与她半分关系都没有？一个女子罢了，有何可怕？本宫关你在地下牢狱里的脏东西，看看还能活多久。若是活不成，便让人弄死，不动声色地弄出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是，母后。有人吗？你们把我锁这里干嘛？我还要回家呢。有人吗？身后便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和风吹落叶的沙沙声。那脚步声很轻微，却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。他如今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若论谁死得惨，估计也没人能及他。他怕什么？管他身后是人是鬼，他都不会转头看一眼。沈福深吸一口气，听着身后脚步声离他越来越近，每走一步，心也跟着砰砰砰的直跳。四周漆黑一片，他咬着牙骂道：“有本事来呀！我才不怕呢！谁怕谁孙子？装神弄鬼的！”一声冷哼自身后传来，熟悉又让他感觉危险。四爷，胆子真大，来这个地方啊！四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路过，
过来。四爷，你这白虎该不会是专门吃人吧？你说的对，专吃你这种撒谎精。谁撒谎了？我从不骗四爷。皇宫里人人都说这里面有鬼，本王就偏不信了。既然你在这里，不如你带本王进去瞧瞧。我才不去呢，四爷要去自己去。你胆子不是很大吗？让你给我带个路这般样子，你走前面带本王进去。搞不懂慕容彻进去要干嘛？四爷，我要回去，我爹爹他们应该会担心，我不想进去，这里面死过不少人，不干净。四爷该不会让他进去，然后将他杀了，抛尸在里面吧？怎么，怕我在里面杀了你啊？你这么有趣，我怎会舍得杀你呢？我不想进去了，我想回府。我还以为沈家的姑娘胆量过人呢，没想到是个胆小鬼。若是你想回去也可以，带本王进交房殿瞧一瞧，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难不成你觉得里面还有比我更危险的？今日不进去一趟，慕容彻是不会让他走的。哼，大不了一起死吧。四爷，那你跟在后面。还有，真没用！你让人杀庞简时可不是这样，怎么在我身旁变这般可怜样？还是说一切都是你为了在我面前活命装的？谁装了？我是叫人去杀，又不是我亲自动手。杀人我不怕。寝殿空荡荡的，还能若隐若现的看到一尊佛像，那尊佛像看起来诡异又可怕。四爷，有脏东西！一道灼热的气息离他越来越近，仿佛就贴着他的耳朵。沈福刚想往后退一步，腰肢就被一只大掌握住，温热柔软的触感。沈福这才反应过来，慕容彻是在吻他。夜色中，他吻得毫不留情，霸道又野性，丝毫不温柔。他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上了当，受了骗。慕容彻这个骗子，让他进来是假，占他便宜才是真。沈福想起在宁远侯府那次，他也是这般野性粗狂，竭尽全力地将他占有。四爷，有疼了！沈福推开他。沈福，你不怕，还往本王怀里钻？沈福瞬间面红耳赤，慕容彻步步朝他紧逼过来。沈福，你这样真的好有趣啊！四爷，你骗我进来就是占我便宜，人人都说四爷不近女色，却这般折腾我，难不成四爷对我动了念？有些自信过头了。没有动念，那你干嘛吻我？你不是恨我们沈家吗？我父亲害你去离国受了10多年的苦，你应该恨我，恨沈家才对啊。平阳侯的确让本王受了不少苦，可本王喜欢父债女还。过来。四爷，他们不是说这交房殿有鬼，死了不少人吗？的确是死过一些人，不是传闻中那么吓人。交房殿原本是先皇淑妃住的寝殿，后来淑妃害死了皇家血脉被揭穿，将整个交房殿的宫女嬷嬷们为了毒酒，自己悬梁自尽，至此这个地方便被传为了皇宫的禁地。四爷，你不怕吗？见过血的人怎么会怕死呢？燕京城都在传沈家二小姐9岁就杀了自己的祖父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恶女，如今竟害怕成这样。祖父的死与我无关，我背了7年的黑锅。沈福垂眸下去，看见慕容彻腰间一块金灿灿的东西。怎么，又想打什么鬼主意啊？四爷，方才我瞧见四爷身上有一块金灿灿的东西，四爷是大燕4皇子，定是富贵非凡。你我也算有夫妻之实，我也算是你的女人了。况且，沈福低下头，脸瞬间通红，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真不要脸，居然说出这话。燕京城敢找四爷借钱的女人，怕只有他一人了。你想要的是这个？胃口不小啊。那块金灿灿的东西原来是麒麟军的金牌。这个赏你，随你花。四爷，这是你的令牌，我怎能要？我不要。哼，你既开口向本王要，本王且有不给的道理啊。不过本王这个人从不做赔本的买卖，你既然拿得起，我想你将来定也还得起。福不知慕容彻是何意，难不成想用这块金牌试探他？慕容彻那么容易将麒麟军的令牌给他，估计就是试探他，看他会不会将麒麟军的金牌拿去给皇后和太子。毕竟今日他刚去了皇后寝宫，也有可能试探他会不会给自己的父亲平阳侯。思及此，沈福也来了主意，他倒是想慕容彻看看他的真心。无论麒麟军的金牌去何处，
以慕容彻的能力，定然会想办法拿回来。四爷，可是你说的让我随便花。对，随便你花，但也希望你还得起。沈福太贪心，就会失去更多东西。四爷，外面院子门被锁了，送我回家好不好？爹爹他们会担心的。男人缓缓靠近他，眼神也愈发深邃。他俯身下来，静静看着。沈福抬眼与他四目相对，还能在他深邃的眼眸中看到自己的倒影。慕容彻神情依旧冰冷，似乎想要从他身上找到答案。四爷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不喜欢。不喜欢？你为何还这般对我？哼，因为沈二小姐很有趣。四爷，我知道你在离国受了许多苦，我无法请求四爷原谅我爹爹。所以你要替你爹还那笔债？慕容彻话音落下，沈福随之沉默。想起前世他怀上四爷的孩子，最后被太子察觉取入东宫，和玉儿一起惨死的场景，不由得心口一酸。他只想复仇，不想和大燕皇室有任何瓜葛。可慕容彻终究是他前世孩子的爹，孩子可要，这爹还是算了。见他沉默不说话，慕容彻冷笑道：哼，不过你现在后悔也迟了，上了本王贼船，哪儿有那么容易下去的？他怕慕容彻与他纠缠，不过是为了报复沈家。二人沉默片刻，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娘娘，交房殿里点起了烛火。什么？你说交房殿点上了烛火？回娘娘，我们的丫鬟在远处观察了许久，交房殿里的确灯火通明，看样子沈小姐是进了交房殿了。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有人在交房殿点灯，这沈家小姐难不成当真是？沈小姐人呢？沈家姑娘的马车已经离开皇宫了。听外头的宫女们说，交房殿里传来奇怪的吼声，后面沈小姐就从里面出来了。行，本宫明白了，下去吧。嬷嬷退下后，将一个精美的盒子拿出来，里面是一根竹签，竹签上写着几句话：奔波阻隔万重险，小儿命中犯三关，遇事不达难成就，寸步如登万里山。竹签的最下方写了4个字：下下签，凶。这是前些日子他在万佛寺内亲自求来的一根下下签。老方丈曾言，他与太子凶多吉少，让他们回头是岸，否则便是千难万险。可惜皇后偏不信，她现在贵为皇后，是真凤加身，自然要做的事情就可能做成。哼，一日破千，还想阻碍我与景儿的前程？什么万重险如登山，本宫偏偏不信。本宫会让人知道什么才叫真凤加身，什么叫做颠倒乾坤。福儿，怎么会去那么久啊？不是给皇后看诊吗？爹爹，是去给皇后看诊，只是回来的时候被一个宫女带到交房殿里。什么？怎么会带到交房殿去啊？那地方阴气重，怨气也重，去的人都多少被吓得不轻，什么人会将你带到交房殿？爹，应该是皇后身边的人，可能带错路了。如今福儿安全回来了，我累了，想回房休息。行，你下去好好休息。皇后怎么会让她进宫？我也是沈家嫡女，为何皇后娘娘要这般区别对待我？小姐，你消消气啊！也许皇后娘娘当真只是让二小姐去看诊呢。宫里那么多太医，偏偏让她去，可能吗？后娘娘就是瞧上了这沈福，想让她当太子妃。她的舅父江玄手握重兵，想让沈福为太子妃拉拢江玄。那我呢？若她成为太子妃，我与景哥哥又算什么？她去皇后那边还做了什么？可打听到其他消息？听说被宫女带去了交房殿，后面从交房殿里回来了，而且皇后娘娘对她似乎很满意，把白鹿那个贱婢给我弄进了。若非她的疏忽，我怎会被沈福算计？是小姐。小姐怎会这么看着奴婢？奴婢做错了什么？怕什么？小姐，你别这样看着奴婢，奴婢害怕。我问你，为何沈福的手串会在我床底下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小姐，奴婢真的不知道，奴婢的确是按你的吩咐将药丸放进了手串里，谁知道二小姐的手串是假的。奴婢跟了小姐5、6年，怎么会背叛小姐呢？是二小姐，是她设计了我们。我对小姐的忠心，小姐难道还不清楚吗？白露，
若是你敢背叛我，我就把你卖到燕京城最低贱的窑子里，让你被千人，让你永远翻不了身。不过本小姐谅你也不敢。小姐，奴婢不会背叛你的。奴婢有件事忘了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当日你让我去二小姐房间放药丸的时候，我瞧见二小姐柜子里有一个荷包，荷包上还绣着一对鸳鸯，而且看那绣工十分精美。荷包？难不成沈府有野男人了？你确定是绣着鸳鸯的荷包？小姐，奴婢看得一清二楚，是一个鸳鸯荷包，而且荷包上只有一对鸳鸯，没有名字。想来二小姐私下里偷野男人呢。果然啊，沈府那贱人有奸夫了，居然留着鸳鸯荷包。若是让沈府那贱人嫁给旁人，恐怕皇后娘娘便不会让她入东宫为太子妃。一个自小养在乡下的土包子，也配做太子妃？是我娇养在沈家这么多年，连李姨母亲都是请宫里的嬷嬷来教的。我费尽心思抓住太子哥哥的心，凭什么让他捷足先登？上次因你的疏忽，害得我被父亲责罚，这次便让你将功抵过，想办法将沈府房间里的鸳鸯荷包拿出来。是，奴婢听小姐的。沈家只有我是嫡女，她和沈离算什么？就算要嫁人，沈府也只配去信亲王府，嫁给信亲王那又老又丑的男人。拿鸳鸯荷包时，顺便将那小贱人的字拿一些出来。信王府那边，我会亲自安排人牵线搭桥，到时候她不得不嫁给信亲王。我沈叔不喜欢旁人与我分享男人。信亲王是先皇的第3个儿子，是当今陛下的亲弟弟，如今已经年过50，为人好色。然而这张完美的脸下面，是他忍了10几年的恶心，淡紫色胎记占据他一半的右脸。他看着此刻镜中的自己，忍着恶心将手中另一种药敷在脸上那块淡紫色胎记上面。这块胎记林氏一直让他隐瞒，一瞒便是16年。这么多年，他寻遍名医都没办法去除。小姐，奴婢这几日都在私下里打听法子，可大夫都说只能用东西将它遮盖。如今太子殿下不知道，我们得趁这段时间赶紧再去寻高明一点的大夫才行啊！每次都要遮遮掩掩，真是受够了。白露，你让天霜拿钱打点一下偏远，我要去见母亲一面。是小姐，奴婢这就去。母亲，舒儿来看你了。舒儿，你终于来了。母亲，你怎么样了？都是女儿不好，父亲他太狠心了。你们好歹也是10几年的夫妻啊！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，只在乎死去的江氏，还有那几个孩子。若非他们姐妹2人算计，母亲与我怎会这般？你哭什么？你娘还没死呢。母亲，女儿今日前来，便是与母亲商量一事。何事？舒儿不妨说说。刚才女儿听白露说，沈府房间里有一个鸳鸯荷包，怕是有了野男人，就是不知道这野男人是谁。鸳鸯荷包？哼，这个小贱蹄子根本就不会刺绣，哪来的鸳鸯荷包？母亲，他不会刺绣，可是沈离会啊，说不定是沈离教他的。莫不是这小贱蹄子回燕京就和外男私交授受了？哼，若是能抓住这个男人，定让这小贱蹄子被进猪笼。你祖母对沈家几个姑娘的名节尤为看重，若是发生有损沈家声誉的事情，他定是不会放过。曾有未出嫁的姑娘失了名节，被活活打死的。打死？有打死的，也有进猪笼被活活淹死的。林氏越是这般说，沈叔心里越是害怕。舒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母亲。母亲，女儿倒是有个好办法，让沈父翻不了身。什么方法？既然他如今有鸳鸯荷包，我们何不顺水推舟，将他推给信亲王？燕京城的人都在夸沈家2小姐沈福是国色天香，信亲王为人好色，府中姬妾成群，手段也残忍。只要女儿找人，将沈福是燕京第一美人的名声传出去，传到信亲王耳朵里，你猜信亲王会如何？可是这沈福毕竟是我们沈家的姑娘，信亲王好歹也得看一下你父亲的面子。女儿知道，信亲王自然不会对沈福强取豪夺。若是沈福自愿，自己想攀高枝，与信亲王私相授受，到时候证据摆在面前，他不认也得认。
更何况陛下生辰就会到了，女儿定会让人与信亲王府牵线搭桥，旁敲侧击，让信亲王在陛下生辰上求陛下赐婚，娶沈福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也算是情投意合，到时候陛下定然同意赐婚。淑儿啊，想得周全。你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快与你外祖母说，她定帮你。哼，至于沈离，恐怕这离儿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母亲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张怀安对沈离念念不忘，若是你嫁给他，恐怕他也会惦记沈离，母亲怎么能允许？哼，你及前一日，齐王私下里来找过我，让我帮他娶到沈离。母亲有意无意地提点过他，想娶沈离，就得生米煮成熟饭。哼，这齐王府有一妾室，手段非常。前齐王妃温婉因此殒命，齐王对她宠爱无度。若是沈离嫁入齐王府，定会断了这张怀安的念想，说不定死在齐王府都无人知道。这沈家呀，就沈离和沈福最难对付。至于这沈风和沈玉，哼，早就被母亲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废人。小姐，今日我们要去一趟白小堂，你确定这100两够？先把这些银子收好。去白小堂于我而言很重要，这关系到一个人，也关乎到阿姐的生死。关乎大小姐的生死？难不成我们去白小堂打听的消息还与大小姐有关？不是阿姐，是那有心之人。废话不多说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，就等小姐出门。好。大小姐出事了！齐王殿下把大小姐带走了。齐王？阿姐不是在清风院里养身体吗？怎么会和齐王遇到？自三小姐及笄礼后，齐王殿下便时常来纠缠大小姐，想让大小姐做齐王妃。大小姐怕毁了名声，也不敢告诉其他人。这几日大小姐总是梦到先夫人4肢被砍，关在地下牢狱，也想着去挑点东西烧给先夫人。谁知今日出去又遇到齐王殿下，如今老爷又不在府上，奴婢便来找二小姐。如今再去先居哪个雅间？你赶紧带我们去。齐王殿下，青天白日的，不知殿下将臣女胁迫到这里，想做什么？若是殿下无事，臣女先下去了。想做什么？你看不出来？沈离，你放心，今日之后，本王会对你好的。张怀安有什么好，值得你念念不忘那么多年？她即将是你的妹夫，你又何必对她情根深重呢？还是乖乖跟着本王，本王保你荣华富贵，一世平安。殿下身份尊贵，小女子身弱，实在与殿下不配。殿下这般非君子所为，陛下知道定会责罚殿下。更何况世间女子颇多，殿下又何必一直逮着臣女不放？你既知我心仪旁人，自然也应该知道强扭的瓜不甜。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你的清白名声也就没了。你觉得你以后还可能嫁给张怀安吗？还能嫁给旁人吗？你只能乖乖嫁给本王。你放心，本王今日要了你，自会让父皇下旨求娶你。本王知道平阳侯不愿意将你嫁给本王，可若是你是本王的女人，还怕他不愿意？什么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偏要。你做梦！沈离，能服侍本王，你应该感到荣幸，别不知好歹。齐王殿下，你别这样，我求你了，求你。这几日本王对你百般讨好，可你呢，还对张怀安念念不忘。张怀安是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可他哪里比得上本王？论权势，他不如本王；论富贵，也不如本王。你为何就是惦记着他，对我却拒于千里之外？怎么，让你做我的齐王妃委屈你了，还以此要挟上本王？沈离，你乖乖嫁给本王，本王会让你知道做我齐王妃的好处。呸！无耻之徒！敢打本王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！本王已经向父皇请旨，你如今就是我的齐王妃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阿姐，阿姐！齐王刚转头，人就被袁兰狠狠地踹到房间角落里。阿姐，我来迟了。福儿，我不想嫁给齐王，我不想去齐王府。沈福，
你敢坏本王的好事！齐王殿下将良家女子，置大燕律法于何地？若是陛下知道殿下所作所为，会如何处置你？前几日，本王便向父皇请旨娶你姐姐，只是这圣旨还未下来。若非你姐姐要死要活，要寻短见，本王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。说起来，沈福，你将来也得老老实实叫本王一声姐夫。叫你一声姐夫？哼，你承受得起吗？若是想娶我姐姐，便将你府中喝人血的姬妾杀了，再谈嫁娶之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喝人血了？齐王殿下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如今你竟用这样下作的手段逼迫我姐姐就范，当初你害死温大小姐，如今又想用同样的法子来祸害我姐姐。沈福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叫本王害死了温婉？你若敢造谣生事，你信不信本王动动手指就要你的命？若非念及你是离儿的妹妹，你以为本王会跟你客气？齐王殿下，有些梦可做，但不能做得太长久了。今日你伤害我姐姐，这笔债我来日讨回来。你该不会想把今日之事告到我父皇面前吧？要不你问问沈离愿不愿意？若是事情闹大，沈离清白名声不保，将来她除了嫁给本王，还能嫁给谁？我是大燕皇子，要娶一个侯门嫡女，不过是父皇一句话的事情。更何况本王已经请旨，你姐姐不嫁也得嫁。沈离，本王知道你放不下张怀安，可是你只要嫁给本王，本王会让你知道本王的好，本王定不会再对你动手，本王疼你都来不及呢。啊，沈福，本王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若是你敢阻拦本王的好事，本王会让你后悔莫及。你们平阳侯府就好好的等着父皇的圣旨吧。男人冰冷的话落下后，头也不回的离开雅间。我不想嫁给齐王，我不想去齐王府。阿简，你放心，你不会去齐王府的，没事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你出去买一身干净衣服来，衣服颜色要和长姐出门这身的颜色一样，最好款式也一样。好，二小姐。此事关系姐姐名声，若是就这样回去，被人看到定会被人议论。这次齐王虽没得逞，可燕京城那么多人，人云亦云，白的都会说成黑的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小姐。何事？难不成是偏院的事情？对，这几日奴婢观察了林氏如今的院子里，除了丫鬟外，又多了一个洒扫的仆人，其样貌还生得不错。不懂林氏是否……这林氏怕是想另辟蹊径，还上骨肉。如今我们先静观其变。是，小姐。哦，小姐，有件事奴婢忘了跟您说。你说来听听。当日奴婢去偏院，听到林氏对护国公夫人赵氏的称呼有些奇怪，她不叫赵氏母亲，而是夫人。什么？林氏不是护国公的亲女儿吗？这护国公夫人是他亲母亲，怎会叫得如此生疏，叫夫人？难不成这护国公有2个女儿1个儿子，林氏是小女儿，且向来与护国公的大女儿不和，也不得这2儿子的喜欢。按道理说她是最小的，最得疼爱才对啊，怎么会被如此嫌弃呢？当天护国公夫人去探望林氏，还发生了什么？国公夫人扇了他一巴掌，说是他做事情让人抓住把柄，还提到小姐您，说是这一切都是您搞的鬼，苦于没有证据，其他的奴婢没听清楚。哼，我若是能留证据让他拿捏，我便白活了一场。林氏和护国公府的关系着实让人费解，恐怕也是个谜团。沈叔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有，3小姐还在和私下太子传信，怕是也想参加后面的群花宴。往年都是她这个燕京第一才女夺得头筹，今年怕是也想崭露头角。罢了，先这样吧，我们准备去白小堂。是，小姐。夫人，人走了。你传信给国公夫人，让这小贱蹄子有去无回。这几日，大公子可趁老爷不在，前去酒楼买醉。是的，夫人。哼，这个林峰啊，真是被养坏了，死不悔改，正合我意。至于沈福这个小贱人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到时候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奴婢知道夫人的意思，国公夫人让我来说一句，若是夫人有任何要求，我这边都会配合夫人去做。还是夫人为我着想啊。姑娘前来可是来打探消息的，可有带够银钱？我既然来了，便是做了十足的准备，带够了东西。我听说白小堂能知天下之事，除了可以打听消息，不知道还有一桩买卖做不做？姑娘所说的买卖是什么买卖？这桩买卖，我想与你们堂主亲自谈，毕竟我能拿出手的不止150两白银那么简单。见我们堂主？
对。姑娘既坚持要见我们堂主，将来定是有要紧之事。你且在旁边休息，我这就上去禀报我们堂主。小姐，你怎知道他们白小堂有堂主？小姐不过才回燕京3个月啊。这白小堂在燕京至少也有10-20年了。传闻这堂主是未生的俊俏的年轻公子，可刚才那人成熟稳重，丝毫不年轻。而且我听说这白小堂堂主有一特征，便是手里时常拿一把折扇。我既然来了，定然所求之事不是普通买消息那么简单。此刻白小堂3楼阁楼上，石燕青一手握着折扇，目光落在对面的慕容彻身上。四爷，我今日要说的便是这些。你母后的死的确存疑，国公府里有什么，四爷何不遣人进去查，定能查清楚。如今下一步如何，就看四爷了。除了国公府，平阳侯、宁远侯、永昌侯可参与其中。3侯并未参与，但他们之间都多多少少和皇后太子有牵连。如今这朝中局势中3鼎分立，朝中官员并不看好。司马大将军江玄是一块大肥肉，难不成四爷与沈二小姐这般纠缠是为了江玄？本王虽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不会卑鄙到利用女人的地步。也是，燕京城的四爷若是卑鄙到要利用一个女人，便不叫四爷了。主上，何事？堂下来了位16、17岁的小丫头，说是要见你，要与你做笔交易。属下见那姑娘气质不凡，不像普通人家的姑娘，便来通知你一声。小姑娘，什么样的？长得漂亮吗？看穿着打扮是燕京贵女无疑，戴着一个紫色面纱，气质倒是倾城。那小姑娘一定要见到堂主才肯走。来了个姑娘，先问人家美不美，若是个丑的，你便不卖消息给她了。四爷啊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女人漂不漂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特别。我倒是想看看这姑娘到底有多绝色。四爷，快来，这姑娘你一定喜欢。不感兴趣。四爷，你说的不喜欢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我先下去，待会儿定给你带好东西上来。堂主，姑娘说要与我们白小堂做交易，不知姑娘拿什么与我们白小堂做交易啊？一样东西，珍贵无比。那不知姑娘想让我们白小堂打听什么消息？一桩旧事，明阳城南巷苏家，多年前中秋之夜惨遭满门灭口，唯有2位公子活了下来。大公子名为苏洵，是淮阳出了名的才子，可小公子苏荣至今下落不明。我今日想打听的消息，便是这苏家小公子的下落，还有大公子苏洵的下落。若是我猜的没错，苏洵如今在明阳城，我想知道他的行踪。石燕青微微挑眉，这沈福打听一个陌生人做什么？那姑娘想与我白小堂做的交易是什么？我自是知道你们白小堂向来遵守江湖上的规矩，便选择相信你们。我手中有2封信，一封信需要白小堂送到燕京城兵部尚书刘大人的府邸，亲自交到刘大人手上；另一封信要白小堂送到燕京城宁远侯的夫人手中。这2封信你完全可以自己找人送，为何要经过我们白小堂的手啊？白小堂和燕京皇城的皇城司性质一样，且实力也一样，传出消息更有说服力。你是白小堂的堂主，这2件事于你而言并不难。消息可以给你打听，信也可以给你送，不过这报酬嘛，会有点多。要多少？600两银子。600两？他们身上如今只有100两。袁兰将袖口中的100两白银拿出来。姑娘是在耍我？我怎敢耍公子？一位大人物所赠，说是让我随便花。这块金牌的价钱可远超600两白银。石燕青嘴角抽了抽。这四爷的金牌怎会在他手上？这四爷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给沈福？姑娘等着，此物贵重，我要先问问我们主上。姑娘先别走啊。主上？白小堂背后的主人？四爷，你看看，你试探人家姑娘，姑娘直接把金牌卖给我们白小堂，还说好友所赠随便花。所以楼下的是沈福。除了他还有谁？这姑娘来打听明阳城南岗苏家小儿子的下落，还让我传2封信，一封信传到兵部尚书刘大人的手里，另一封信传到宁远侯夫人手里。这姑娘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这沈福该不会又在算计什么？之前用一个叶世清扳倒沈夫人，这次又想扳倒谁呀？将他弄上来，他提的要求先答应他。方才四爷还说不感兴趣，如今竟然让我将人家姑娘弄上来，四爷怕不是又要折磨人家小姑娘？废话真多。行，我去给四爷弄上来。我们主上说能答应姑娘这2个要求，不过想见姑娘一面。见我一面？这白小堂背后之人神出鬼没，怎么想着见他呢？行，既然已经答应，便要保证我的消息不容泄露。我知道白小堂在燕京多年，生意能做这么久，定是懂这行规矩的。那是自然。姑娘随我来。
你的贴身婢女先在这里候着。淡淡的檀香味儿，裹着血腥味儿，这样的气息，他好像在消防店的夜色中闻到过。难不成是慕容彻？他下意识转身就跑。倒是敏锐啊，还没见到我人便也知道是我，跑什么？四爷，我没跑，我只是怕里面是陌生男人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，终究是不好。我都看到了还不承认，见我跟老鼠见猫似的。四爷，你是白小堂的主人？把面纱摘了。我不想摘。为何？四爷让我摘，我就得摘吗？燕京人人都怕四爷，可我不想像他们一样受人束缚。嘴挺硬的，你既不怕本王，方才进来为何急着出去啊？怕本王折磨你啊？我与四爷虽有一丝肌肤之亲，却并非我本意。所以你想毫无关系，上了贼船不是你想下船就能下船的。本王说过，父债女偿，我能在樊楼放过你二哥和父亲，也愿意将这金牌给你，你就应该清楚，那一笔笔的债，我要从你身上讨回来的。他看着此刻椅子上嚣张的男人，忽而觉得真是一场梦。他招惹上了他，被他盯上。你既要得起我的东西，我想也应该还得起。四爷，你想要什么？你。沈福整个人怔住了，他知道慕容彻不过是要用他报复自己的父亲而已。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对一个人付出真心呢？四爷，你不过是想利用我报复我们沈家而已。既然金牌已经到了四爷手上，我便不打扰四爷了。我与四爷耗不起。慕容彻猛地挥手，他的身子瞬间落入他手里。沈福进了狼窝，想要逃跑，没那么容易。慕容彻将面纱揭开，小姑娘紧紧咬着唇，脸色微红。原来这便是你戴面纱的理由。男人的唇毫无征兆地吻下来，让他几乎快窒息。慕容彻这样一个冰冷的男人，怎会喜欢他呢？他是想报复沈家，折磨他罢了。他用力推开他。慕容彻，若是你想用我来报复沈家，大可不必。我沈福绝对不可以被人这般玩弄，哪怕你是燕京城人人都害怕的瑞王。想做本王的玩物，你还不够格。我并未用你报复沈家，只是觉得你十分有趣。你那么有趣，本王舍不得。沈二小姐是个下棋高手，本王等着你精彩的表演。沈二小姐心机深沉，恐怕在我之上了。我做的什么你都知道，白小堂是你的，那我的要求呢？难不成？放心，我白小堂向来按规矩行事。你既然提了要求，拿了银钱，自然给你办。我白小堂向来说话算数。沈福从雅间离开后，就见云兰焦急地跑了过来。小姐，阁楼上是什么人？有没有为难你啊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是四爷，我没受伤。四爷？怎么又是四爷啊？你不会被缠上了吧？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好。刚才我见沈二小姐脸色不太好，难不成是吵架了？也是啊，这沈二小姐虽是聪明人，骨子里那股傲劲儿是别的女子没有的。燕京城能这般对四爷的，怕只有她一人了。之前太子安排来勾引四爷的女人，死的骨头渣都不在了。这沈小姐真是与众不同。哼，话多可不是好事。她来白小堂所提要求，都给她办。本王想看看她到底想做什么。兵部尚书大人向来清正廉洁，为人正气。这沈姑娘传信到他手里，难不成他想借我们白小堂之手，让陛下黄承思彻查兵部之事？果然，这女子连我们白小堂也算上了。这2封信，她可以自己找人送，绕这么大圈让白小堂去。想来她也清楚，在整个大燕，白小堂送出去的消息9成都是真的。若是兵部真有事，兵部尚书刘大人为了保住项上人头，会亲自前去父皇面前，将信中内容交代，再让父皇的黄承思彻查兵部之事。原来他的目标是他，可她一个闺阁女子，又是怎么知道兵部之事？罢了，由她去吧。大哥哥，这个给你吃。五公主他们真过分，把你关在笼子里。以后我每天都来偷偷给你带吃的。若是被五公主他们发现，我会被打死的。晴之姑姑说了，不能让宫里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，你千万不要说出去。把眼睛闭上，大哥哥带你离开这里。紧接着，少年一声惨叫和利刃斩下血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。小姐，你又做噩梦了吗？他是谁？大哥哥。小姐，他那个梦像是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可他为什么记不得？又想到玉儿，玉儿明明那么懂事，那么听话，
这一世，当真要和慕容彻纠缠不清，才能让玉儿重新投到自己的肚子里？小姐，没事的，云兰会一直替将军护住你。他看着外面的风景，又想起前世之事。前世，慕容彻没有找他，他也是到死才知道真相。太子不爱他，就因为图他救复兵权，报复慕容彻，就让他惨死东宫，让他的孩子也死在东宫。他不甘心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就要成为旁人的垫脚石？凭什么他们沈家要成为太子的垫脚石？这一世，他偏要改自己的命。外面一片寂静，马车也渐渐驶入一片花海中，花海随风而动，里面暗藏着几个黑色人影。小姐，有刺客。我知道，改道，往南面直走，不要回头。穿过这条官道就到闹市，到闹市后往西北方向走，到时候马车会经过燕京府衙。我就不信刺客胆子那么大，敢在燕京府衙门前杀人。忽而眼前闪过一个黑影，马车前头传来一声惨叫。小姐，小姐！一个黑衣人持刀砍了下来，云岚猛地挥剑，直接插破黑衣人的胸膛。小姐，我护你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来取你狗命的人。哼，军训，原来是林国公府的人，看样子给林氏的教训还不够啊！沈福见势，翻上马车，扯着马缰绳就跑。3个刺客于云岚而言不在话下，可他在这里，云岚反而会分心保护。沈福扯着缰绳刚跑了2步，就听到虎啸声从不远处传来。四爷，白泽！黑衣人被咬得惨叫连连，血肉模糊。云岚见势挥剑而下，直接让3人命丧黄泉。白泽，你怎么来了？四爷呢？白泽忽而猛地起身，就往花田的另一边窜去。过来。四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想到你还真是多灾多难呢。你又跟踪我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的花灯节，再到交房殿，慕容彻总是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旁。跟踪？哼，我是来送东西的，没想到看这么一出戏。你这条命太过珍贵，想要你命的人很多呀。那只发簪是自己的没错，可何时在他手上呢？不谢我。谢谢四爷。沈福，你有很多心事，不如说出来听听。四爷想听什么？你为何知道兵部之事？在你身上的秘密太多，我很好奇。我所做的事情，四爷都知道。也是，燕京城的瑞王有通天的本领，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四爷不打算告发我，揭发我？哼，为何要告发？看你下一盘好棋，不好吗？四爷也知兵部之事，为何放任不管？这只簪子，你既然拿不走，便留在本王这里。本来想管，可如今看来，沈二小姐先出了手。小姑娘太多心事，不是什么好事。沈福垂眸，想到前世在东宫最后惨死的下场，就觉得可笑。他和玉儿在东宫那般凄惨，可他又在哪里？思及此，他缓缓开口：“四爷，若是无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四爷大恩，将来自会相还。四爷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便也清楚，我所求之事，不过都是为了护住我的家人罢了。母亲死了，祖父也惨死，而我不过不想悲剧上演。”小姑娘带着几分倔强，她步步紧逼。你似乎知道些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如今她与慕容彻的关系，除了几个丫鬟外，便无人知晓。他们今生除了玉儿外，还是不要纠缠了。四爷，告辞。慕容彻站在身后，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。白泽猛地窜到他身旁，用脑袋蹭着他的后背，身子被蹭得有些痒。四爷，这白泽这般黏我，我有些不习惯。他很喜欢你，这一路便跟着你。慕容彻说完，转身消失在花田里。白泽很听话，像只猫一样黏着沈福。难不成我连你也甩不掉？小姐，这些刺客要怎么处理啊？沈福目光落在黑衣刺客的军靴上，眸色微微一变。他依稀记得上一世太子府中豢养着暗卫，这些暗卫也是穿着同样颜色的军靴，只是太子府中的暗卫军靴上有一个标志，是只鹰。齐王与太子走得很近，自然也应该清楚太子暗卫的特征。前世太子知道齐王的事情，便也无止境地包容他，任由他犯错。而齐王手里似乎也捏着太子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，两人相互捏着对方的把柄，所以在皇权纷争上并未成为敌人。齐王母妃身份低微，且大燕形势复杂，他也不得皇帝的看重，自然没有夺嫡之心，却心甘情愿对太子吃力讨好。后来太子慕容景怕齐王将他的事情捅出来，便想方设法设计杀了齐王。可齐王到底知道太子的什么秘密？这个秘密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最后被太子设计杀了。若是他能知道这个秘密，扳倒太子，
便也是一招之势，将3个侍卫的军靴脱下来，顺便将这3具尸体不着痕迹的处理了。小姐，这老虎跟我们回神府吗？白虎是四爷养的，若是他伤了你，我又伤了他，恐怕会被四爷怪罪。应该不会，这老虎很听话的。我们今日改道先回府，免得淋氏的人在路上埋伏。就算有这只老虎，也无济于事。到了燕京城，再把这老虎赶下去也不迟。没想到林氏在侧院还是不安分。是，小姐。四爷，你说这沈姑娘为何要这几个刺客的靴子？这刺客已死，就算拿了军靴也无用，毫无证据。谁说无用啊？这些军靴有大用。这些刺客一看便是别人府上派来的侍卫，不是什么流匪。想来这沈福也猜到了，他在盘算更重要的事情。这白泽，难不成跟着他？四爷，你当真是看上他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四爷该不会动了春心了吧？也是啊，这沈家姑娘是燕京第一美人，还与殿下……也是，四爷如今还年少，对女子动了春心也很正常。只是我没想到啊，能让四爷动心的女子会是沈福。石燕青，你废话实在是太多了，让我有种想将你舌头割下来的冲动。四爷，我只是说说，你可别当真啊！既然喜欢人家姑娘，就与她说便是，偏偏每次都用这种方法。哎，姑娘都被你吓跑了。你可知江玄为何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大的成就？这我真不知，我只知他在战术上不同于旁人，而且也从不用先辈所用的军事战术。江玄年少时拜师学艺，与离国郑国大将军之女裴婉曾是同门。裴婉是他师姐，江玄的战术是离国郑国大将军之女裴婉所教。四爷，你这都知道？那你可知这离国第一美人裴婉最后的结局？自然知道，她嫁给离国三皇子，让裴大将军府辅助三皇子一朝称帝。可惜新帝登基不到1日，裴大将军便以叛国的罪名，裴家满门处死，尸体挂于城楼，直至风干。裴婉只当了1日皇后，便是被新帝命人赐了1丈白绫。听说裴婉被人活活勒死，惨死时腹中胎儿已经足月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那么个大美人，有思想谋略，也有智慧，还有才貌，便这样香消玉殒了。裴大将军是个英雄人物，最后死得那般凄惨。哎，四爷，后来我听说这裴婉死后不到1月，尸体未寒，这离国皇帝便另立新后。说起来，你也曾在离国待过，其新后在离国后宫中手段非常，以至于他的女儿离国五公主手段也非常狠辣。当初你在离国皇宫时，可是被那样一位公主锁了铁链，关进笼子的。那位公主若是来了燕京，四爷不必放过她。离国五公主洛清婉。小姐，如今国公府派人刺杀你，这件事难不成就这样算了？这怎么能算？你最近观察一下林氏的动静，林国公没有蠢到派人刺杀我的地步。毕竟皇后还指望沈福嫁给太子，用江玄的兵权辅佐太子的。林国公一心想太子登位，自然不会对他动手，怕是林氏和赵氏偷偷干的好事。林氏这般想怀父亲骨血，便让他想尽办法去怀。到那时候，我会让他知道，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将他推入万丈深渊。到那时，父亲赐给他的就不是50棍，而是一杯毒酒。那小姐，这些军靴呢？拿着这张纸，偷偷前往明街北巷，那边有位姓张的老裁缝，让老裁缝按照这画绣出3幅图来，绣线内为鸦青色，外为银白色，这刺绣大小为3个铜钱这般大。是，原来按小姐说的去办。小姐，如今你伤势基本痊愈，明日便可以和太子殿下见面了。我如今还有婚约在身，我与太子哥哥的事情，万不能让旁人察觉了。你明日给我准备几件像样的衣裳，我要出去。是，小姐。文手，亲亲王府那边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小姐放心吧，已经打点好了，到时候只要我们稍稍筹谋，二小姐定会被赐婚给新亲王。白鹿给我叫进来，前日里吩咐他的事情，他都还没办好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这几日二小姐的院子都有人守着，奴婢进不去。进不去？进不去你想办法进去。陛下生辰宴就要到了，若是到时候耽搁我们的事情，你怎么承担得起？不管如何，这2日要将你说的那鸳鸯荷包拿出来，不然我定让你好受。是，小姐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将沈福那贱人嫁给信亲王那老男人府邸。他害得我母亲被责罚去了偏远，
还设计让我被父亲责罚，这些账我一笔笔给他算。你说什么？他活着回来了？二小姐回来时安全无恙，根本就没有受伤。你那么硬，早知道当初在易水就该多派些人将他杀了，如今让他回来搅乱整个神府。在易水那么多年，每一年他都好好活着，我真是纳闷儿。夫人，如今在这偏院，老爷也从未来一次。若是再怀不上身子，恐怕再也来不及了。您与老爷同房是在上月，若是再迟一些，就算夫人怀上了，也会引起老爷的怀疑的。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为什么我总觉得如今的沈福心子似乎换过了？他的相貌与沈离不是很像，与侯爷也不像，难不成不是沈家的孩子？他自小养在乡下，9岁时才回来过一次，莫不是这其中有什么差错？你偷偷差人去乡下打听一下，这沈福在乡下的一些事儿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是夫人，夫人，若是将来二小姐当上太子妃后，恐怕这沈家当真与夫人无关了。而且据打听来的消息，永昌侯府的世子这几日频繁在给张夫人提及与沈淑小姐退婚一事，到时候三小姐该怎么办？他敢？这婚是我们2家特地定下的，怎么能他说取消就取消？不行，我就算是为了淑儿着想，我也必须抵出偏院。明日你给我买些药来，我要尽快怀上子嗣。若是沈福那个小贱蹄子再敢耍什么阴招，他的哥哥姐姐都会死在我的手上。哼！只要我怀上子嗣，老爷一死，这张家之权照样会落在我的手里。将来我腹中的胎儿成爵，到时候，哼，江氏的那几个孩子是死是活，全凭我做主。很快，沈福和白小棠的3日之期到了。沈姑娘，主上让我将这封信递给姑娘，姑娘让送的2封信也送到兵部尚书和宁远侯夫人手里。如今苏洵已经在进皇城赶考的路上，其身上背负着家族灭门之仇，这或许也是他想来入仕的原因。可惜上辈子苏洵光有一腔热血，还是成了太子的门下客。至于苏洵的弟弟苏荣，信上记录得很详细，苏荣的面部特征、如今的身份，还有具体所住之处，乃至做什么差事，都被打听得一清二楚。自苏家灭门后，5岁的苏荣被人拐卖后逃出，3年前进入大燕皇宫，因得罪贵妃被贬到掖庭当差，其每日会在皇宫最偏的北院做些苦力和洒扫，现年12岁。难怪这苏洵要入仕，就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出宫。掖庭的奴隶若是想出宫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若是能想办法将苏荣救出来，将他奴籍拿在自己手里，让他来沈家，这样就可以收服苏洵。到那时，就算太子看上苏洵，想要将这样一个人才收为己用，恐怕也不容易。他要如何才能将一个奴隶从掖庭救出来呢？终是在前世那些零星的记忆中，挑选出有用的价值来。前世，也就是半月后，是陛下生辰，大燕各邻国使臣会来到燕京城，其中包括离国、北厉、南疆。离国前来，便是想设计娶三公主慕容清。上一世，三公主远嫁去离国，表面是和亲，实则让她成为离国牵制大燕的一颗棋子。三公主被设计嫁去离国没多久，便死在离国。而北厉此次前来，便是与大燕朝做丝绸生意，护2国利好。在陛下生辰宴上，大燕朝赌输了，失了面子不说，最后不得不履行诺言，将三公主嫁给离国一位亲王。若是可以通过这场生辰宴设计将苏荣救出来，再好不过了。上辈子离国在那场棋局中设计娶了三公主，这辈子啊，他要借机从离国使臣手上拿到可以治疗太上皇疾病的药。可沈福知道，要想成功利用陛下生辰宴救下苏荣，还得名正言顺进宫与苏荣接触，不让他人察觉。